要有学区房，不然我明天就带女儿去把孩子打掉。别，亲家母消消气儿，学区房啊，我们会解决的，你放心。我弟媳奉子成婚，娘家要求有套学区房，我妈一口答应了。我正纳闷她怎么那么爽快，隔天她老人家坐在我家客厅指点江山：小云啊，你把这套房子过户给你弟弟，让你弟弟把婚结了，女弟自然也不能让你吃亏。他在市中心有套大房子跟你换，面积是你的2倍多呢，就是不是学区房？反正你自己一个人也不打算结婚生子，养些猫猫狗狗花花草草的也宽敞些。这辈子吃过我妈太多亏，我根本不敢答应。于是我问了我弟弟的楼盘名字，结果我看到他发过来的那一瞬间就气笑了。拿小产权房换我学区房，关键这小产权房还是我付的首付，你们这是紧着我这一只羊薅毛呢。听到我弟要结婚的消息，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在这之前，我妈就旁敲侧击过。小云啊，现在结婚彩礼很高，你弟结婚的时候你能贴补多少？妈，你也知道我刚买了房子，确实没什么钱，到时候看情况吧。给1000你别嫌少，给1万你别觉得太多。你亲弟弟结婚，你一个做姐姐的就给1万块钱，不怕别人笑话你啊？你不要讲出去不就好啦？这次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你弟丈母娘说自己女儿怀孕了，必须得要个学区房，不然将来孩子生下来没地方读书。我一听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就一口答应了。这答应完之后我就犯愁，现在的学区房可不便宜，但你弟这婚也不能不结呀。所以我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我觉得很好笑，答应完了之后再犯愁。我不想接他的话茬，因为他这个人馊主意很多，我生怕让他落下话柄。于是我借口说要去忙工作了，就把电话挂了。我这个人一忙起工作来就废寝忘食，于是那天晚上他打我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除了工作实在是忙之外，也确实对他的馊主意不感兴趣。没想到他先急眼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准时出现在了我家里。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他出现的时候我还有点懵，他却摆出了一副要跟我促膝长谈的架势。他先是四处在我的房子里逛了逛，然后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心里感觉很奇怪，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他指了指桌上的锅贴说道：快去刷牙洗脸来吃早餐，你都不知道这家锅贴有多难买，我今天一大早5点钟就去排队，这才买了这么6个。我很无语的看了一眼，实在懒得揭穿他，这不就是我们楼下的老王锅贴？5点钟排队，人家每天早上6点才出摊。我给自己冲了碗麦片，在餐桌前坐定。我妈赶紧坐过来，皱着眉头对我说道：这有锅贴还不够你吃啊？还非要用牛奶泡这个燕麦，早上吃简单点，不要一天到晚铺张浪费。我喝牛奶吃燕麦怎么就铺张浪费了？你儿子一顿吃30个锅贴，我也没见你说什么。那男孩子长身体有什么办法？不让他吃饱，以后个子都长不过人家，他以后不得埋怨我啊？你儿子都24岁了还长身体呢，他是不是基因变异了？你真该带他好好去查一查。我妈翻了我一个白眼，然后迅速把那6个锅贴吃了，一边吃还一边骂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挑剔，咱们那一片就属你最难养活。我寻思这锅贴里也没有酒，他怎么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不过他这人向来无事不登3宝殿，我只要默默等着就行。果然没聊2句，他就开始打我房子的主意，想让我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即将结婚的弟弟，给他当婚房。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我辛辛苦苦攒钱买下来的房子过户给一个白眼狼。我这套房子是今年年初买的，买的时候也不是冲着学区房，就是看中它交通便利，价格也合适。巧的是，今年年中的时候政府重新规划学区，我这套房子正好被重点小学划进了学区里。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房价一下子涨了20%，对我来说也算是意外之喜。现在说起来轻松，但当时买的时候也是跟家里吵了一大架。我决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付完首付之后才发在群里。我妈追着我骂了好几天，一直闹着让我退掉或者加上我弟弟的名字。她的理由很简单，女孩买房子就容易嫁不出去，而男孩不买房子会娶不到老婆，所以让女儿把房子过给儿子，这样女儿既能嫁出去，儿子也能娶到老婆，简直是两全其美。他就是一个这样逻辑能自洽的人，无论多么荒谬的话都能从他的嘴巴里正儿八经的说出来。当时为了这个房子，他上蹿下跳了好多天，售楼处来回跑了好几趟，发现退了之后要亏掉1半的首付，要过户的话就要付全款，他这才终于消停了。但我买房这件事情也成了他的画饼，时时刻刻要拿出来鞭挞我，而此刻他却一反常态的夸起我。要我说，我姑娘运气真好，简简单单买个房也能买个学区房。妈说的提议你考虑考虑，市区那房子可比你这个大，你这从头到尾就走8步，他那个起步要走20步。我妈这个人说话一向夸张，她说的话能听信1/3就不错了。我还在思考着，我弟什么时候在市区买了房，我怎么不知道？按照我妈的性格，不可能不要我补贴。于是我给我弟发了短信，他很快就回复了过来。我一看那小区名字，真的被气笑了。那大概是我家5年前的置业，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毕业第1年我就攒了一笔钱，准备把助学贷款全部清掉。当时没有那么多心眼，就跟我妈分享了这件事。我妈当面恭喜我说我终于长成大人，背着我拿了我的银行卡就把里面的10万块钱赚了出去，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买了一套当时大热的公寓，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产权房。
它是40年产权，而且不能落户，甚至不是现房。结果刚买完就遇到了开发商跑路，好几年都交不上房，所以现在这是拿到房了。我上网搜了下这个小区的名字，愣了一下，这不是还在烂尾吗？还有好些人在维权呢。我眉头紧皱，将手机搜到的信息递给我妈。你说的市区的房子就是当初买的这套，用我首付买的烂尾公寓换我的新商品房。妈，你这脑子转的可真够快的哈！我是那种人吗？你怎么就这么想你妈呀？你坑我的还少吗？我这样想你难道不正常吗？这个小小的公寓给我带来的阴影太大了。我为了这件事跟家里断了联系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姥姥生病了，我回来探望她，她从中牵线搭桥，才让我跟家里恢复了邦交。好在我早就不是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了，尽管跟他们恢复了联系，但我还是不咸不淡的跟他们相处，并不会真的交心。所以我妈总是骂我白眼狼。没关系，那我也是有房子的白眼狼。房子过户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谈妥的，我妈非要让我跟她一起去看看，说我看过了肯定会答应的。我借口没时间就一直拖着，谁知我妈根本等不了，第二天就带着我弟弟女朋友直接上门了。我在外企工作，正好碰到这几天居家办公，我妈看到我还有些惊讶道：“你怎么没去上班啊？”你怎么知道密码？我问你姥姥的。娜娜，这是周翔的姐姐周云，最近家里给她买的房子已经快装修好了，所以在这儿借住一段时间，你不要介意哦。那女孩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句：“阿姨，你真好，你们家还给女儿买房子呢。”那可不，等你嫁到我家来，我也把你当女儿一样对待。我差点笑出声来，不会真以为做你女儿是个抢手活吧？我在一旁始终没说话，我妈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好久。那女孩似乎对这里也挺满意的，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搬出去。姐姐，我公司就在这附近，我想既然是我们的婚房，我就早点搬进来，省得来回奔波了。我妈一个劲地冲我使眼色，但是我还是非常实诚地说了句：“这是我买的房子。”你买的房子难道就不能是我的婚房了吗？这歪理邪说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了呢？这人确实有潜力做我家儿媳妇，他跟我妈是一个路数的。就在此刻，我的门铃响了，门外响起了问候声。请问周女士在家吗？我们约了今天的上门服务。哦，我的重头戏来了。我妈离门最近，她走上前打开门，两个西装笔挺的成年男人站在那，吓了她一跳。她拍着胸口回头对我说道：“什么情况呀？你叫两个大男人来家里干嘛呀？”那个叫内娜的女孩也用一种不赞同的眼神看着我。我看着这两人如出一辙的表情，觉得有点好笑。搞不好他们俩上辈子真的是亲母女，还是那种封建余孽挂的。我对门口那两位小哥说道：“我给你们拿鞋套，稍等一下。”那两人拿着云台相机就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拍。我妈把我拉到一边：“你到底搞什么鬼？你要是影响你弟弟结婚，可别怪我不认你。”我笑。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娜娜也凑过来说道：“姐姐，你就这样让两个陌生的男人在我们婚房里走来走去，多不合适啊！他们还跑进去查看厕所马桶，太冒昧了吧？赶紧让他们走，别在家里做这种奇怪的事情。”这两个人的无知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见我始终不说话，我妈有点生气道：“从小到大你鬼主意就最多，你这是又在做什么幺蛾子？”我的房子，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不是说了是我的婚房吗？他们说是你的婚房就是了。你这么天真吗？他们要说故宫是你家，难道就是了？我为什么不信？你们周家就周翔一个儿子，这房子只要是你们家的，那就是周翔的，那就是我的婚房。简直是啼笑皆非。我妈在旁边又问道：“他们俩再不走，我要撵人了啊！在人家家里到处乱转是什么情况？就这么没见识，房屋中介都不知道吗？”房屋中介？房屋中介？你叫房屋中介来做什么？那你猜猜房屋中介能干什么呢？正好那两个小伙子从房间走到我面前。周女士，照片和 VR 我们都拍过了，回去之后我们就能上架了。这边咱们挂什么价格呢？就按照你们之前报的价格，不过我这边溢价空间也是有的。没问题，咱们这现在是学区房，供不应求的。两人交代了一番就准备走了，我妈在旁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拉着这两个小哥就说道：“我们这房子不卖的呀，他做不了主的。”对呀，这是我婚房，我过2天要搬进来住的。那俩小哥看了我一眼，对他们俩说道：“你们谁叫周云？我们就认房主，房产证上写谁的名，这房子就是谁的，那谁说话就管用。”我妈白了他一眼，指着奈娜的肚子说道：“看到没有，我儿媳妇怀孕了，这房子就是她的婚房。怀孕跟房子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她怀孕了是不是得有婚房？周云是我女儿，我女儿的房子不就是我的？我说不卖就不卖。”
我冲那俩小哥使了使眼色，他们俩立刻明白意思，拎着仪器就走了。那2个人刚走，我妈就在客厅开始打电话。她先是打给我弟抱怨了一通，又打给他的兄弟姐妹骂了我一通，最后打给我爸哭诉了一番。她在电话里勒令我弟和我爸赶紧过来，不然我这房子就要变成别人的了。我静静地在书房里办公，听到她在门外上蹿下跳，除了感觉有点搞笑和无力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感受，连失望的情绪都已经没有了。今年已经26岁的我，好像对于他们的重男轻女和胡搅蛮缠已经免疫了，他们已经不能伤害我了，这才是这件事里最大的可悲。那个叫内娜的女孩很闲适地待在我的屋子里，这边转转那边看看，仿佛真的像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她看起来受教育程度不高，对别人情绪接受能力也有限，至少她应该没看出来。我此刻已经对他们感觉到很不耐烦，她甚至还跑过来问我楼下的单元密码，说下次来的时候就不用等人家一起进来了。我微笑着说了句无可奉告，她看起来也不生气，只是说了句哦，你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就算了吧，跟人家一起进来也可以。我妈对她看起来似乎很满意，一直旁敲侧击地问她家里的情况。听到她有一个哥哥的时候，我妈眉头皱了皱；听到她还有2个弟弟的时候，我妈的眉头能夹死苍蝇；听到她还有一个瘫痪的父亲的时候，我感觉我妈已经要上速效救心丸了。她有点不可置信地问道：周翔不是说你是独生女吗？对呀，我是独生女，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儿呀。她一脸天真地看着我妈，点了点头，我差点笑死。也算是对独生女有了新的见解。我弟跟我爸来的时候，我妈的脸色已经气成了猪肝红，她没好气地对我弟说：你到底搞清楚状况没有呀？丈母人家什么情况，你心里有没有数啊？我要对他家情况有数干什么？我跟娜娜结婚又不是跟他家里人结婚。娜娜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看着我弟为她冲锋陷阵。我妈特别生气，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骗父母呀！你不是跟我说她是独生子女吗？你可不要血口喷人，我一直说的是独生女，我没说过独生子女。她家里有哥哥有弟弟的。我爸在旁边更是一头雾水。你俩在这说绕口令呢，这会儿叫我来到底干什么？我活都没干完。一下矛盾来得太集中，我妈愣是没反应过来要先说哪一个。她缓了一会儿才道：我真的要被你们气死了，我真的要被你们气死了！你又气他了，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跟他对着干？简直是无妄之灾。我心里想的是，还好这房子要卖了，卖完我就要赶紧跑路，跟这些人在一起多生活一天，我就要多发一天疯。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问我弟弟，那个烂尾公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看网上不是说还在维权吗？你妈不会真的想要那个烂尾公寓换我现在这个房子吧？你也没那么傻吧？给你个烂尾楼，你就能跟我换这个房子吗？咱就不能把话说明点吗？这不就当初为了骗你吗？要不说房子烂尾，你不就一直跟着我们后面要房子吗？娜娜也没想到场面会闹得这么僵，她忽然站起来对周翔说道：不然先送我回去吧，你们家有什么内部矛盾你们先解决。周翔赶忙说道：行。临走之前，我弟又对我说道：姐，你去看一下那边的那套房子，真的比这边宽敞，离你上班的地方也更近。你看过之后再做决定。我本来对他的话嗤之以鼻，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便答应过去看看。我妈欢天喜地，以为我终于松口了，立刻叫了辆车，带着我爸和我一起过去。这里距离他说的那个烂尾楼盘其实差了108000里，真是难为他跟我爸2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还能找出这种几乎天衣无缝的借口敷衍我。想到我弟刚刚出门前跟我说的话，我忽然觉得他是不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我爸妈的重男轻女是从小到大我就能领略到的，因为我跟我弟的关系其实一直还可以。比起别家的弟弟，周翔在我面前从来没表现得面目可憎，甚至我还会替我打抱不平。我虽然对我爸妈有意见，觉得他们观念上陈旧落后，也很讨人厌，但我始终觉得我弟弟还凑合。也许我不是个合格的女儿，但应该是个合格的姐姐。我问我妈，为了骗我下了不少功夫吧？每天在群里哭天抢地，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要不是你那么较真儿，我至于这样吗？咱们老家哪个姐姐混得好的不给弟弟买房买车？也就你一天到晚要公平要正义，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公平正义？这家里就不是个讲公平讲正义的地方，不然你弟就娶不了媳妇儿，你就嫁不出去，那这个家的香火还怎么延续下去呢？中华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你都不讲，怪不得你要去外企上班，国内哪个企业敢要你？我真的对他的歪门邪道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会有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优越？胡说八道都不需要打草稿。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这房子装修好已经很久了，里面居住的痕迹已经很明显了。我问我妈，是我弟弟他们一直住在这里吗？他俩没换工作之前住在这儿，之前一直跟他说是租的，要办产证了才告诉他是自己家的，这不还收了他一段时间的房租吗？我用来还房贷了。你弟跟娜娜2个人房租是 AA 的，咱还挣了一点呢。这话说的，又把我弟撇在一边。我冷笑了一声，这件事让娜娜知道了，
你觉得人家能乐意吗？我妈嘿嘿笑了一声，她怀孕了，不乐意能咋的？我笑，那她都怀孕了，你不给她学区房，她能咋？我妈脑子好像一下宕机了，她思索了片刻，所以还是不要告诉她，回头你跟你弟直接把房子一换，这事情不就结了？我顺着她的话说道，难道他们俩一辈子都不来我家？这一来不是又露馅了？回头他以为是我要收这个钱，我首先声明我是不会做这个恶人。到时候只要他问起，我就会实话实说。如果有什么矛盾，可就不能怪我了。没人出了钱还当大冤种，你真的事儿最多。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总共就这2套房子，你说说应该怎么办？关我什么事儿？你们商量的事情跟我有关系吗？干嘛？你只管杀不管埋啊！我没工夫搭理她，但我妈肉眼可见的着急起来，她有点唏嘘的说，这娜娜的妈妈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人，这事要真抖出来，俩孩子真不一定能成。我爸冷哼了一声，不能成就拉倒，孩子各有各的缘分。娜娜肚子里可能是个男孩，清宫图我已经算了，还找隔壁的老人看了。我爸一听到这有点踌躇，他轻轻踹了我一脚。你挑出来的事儿，你说说解决方法，你总不能这么随口一说就让我跟你妈架在这儿吧？我没多说话，只是当着他们的面接了2个中介的电话。我妈的心思一下子就活络起来，她问我，咱这公寓能卖吗？要不把它卖了吧？你把你现在住的那套过户给你弟，这个房子卖了的钱你拿走，重新买一套。我那套现在售价200万，你这套能卖50万不？这么点账我难道算不过来？而且这套的首付还是我付的，你们紧着我这一只羊薅毛啊！这套公寓我都付完全款了，全都给你呗，卖掉的钱我1毛不要。那我也净亏100多万好吧？你女儿在外企是做会计的，不至于这点账算不明白。一天到晚跟家里人算账，你这个会计当的可真有意思。我还是忍不住笑。咱家既不是个讲理的地方，也不是个算账的地方，这个家谁爱来谁来吧，我反正不来。话不是这么说的，那谁叫你是他姐姐呢？你就帮衬你弟弟。你看他从小多听你话，每天跟在你后面，姐姐长姐姐短，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记得他的好呢？他的好值100多万，情义值千金。那我也对你挺有情义的，麻烦给我千金。我爸被我气得把头转向了一边，不说话了。我妈看起来在进行头脑风暴，一副不要打扰我的样子。我在房间里转了2圈，百无聊赖的在沙发上坐下了。过了一会儿，我妈对我说道，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这里卖了，重新给你首付一套商品房，房贷我和你爸还，房子写你名。你不是一直说我跟你爸不公平吗？那家里资源就是有限的呀。你先把你那套拿出来，让你弟结婚，后面我跟你爸再给你供一套，这样总算公平了吧？也就是有个时间差而已。那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对吧？我心里不屑极了。他俩今年都快60了，替我供房子，简直是贻笑大方加天方夜谭的 Plus 版。我没拆穿他们，直接说道：“我那房子还有贷款呢，贷款不还完过不了户，那就把这个房子先卖了，把你那个贷款还了，然后再叫你弟弟把钱贷出来还你。他那破工作能贷几个钱出来我都不知道。”他万一贷不出来，我不就无家可归了？那你说到底怎么办？你一天天的这么多想法，你说怎么办？我妈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稍安勿躁。我爸急道：“那是我的问题吗？你看看你闺女，从进这个屋开始，她就没一句好话，讲来讲去就是记恨当初我们拿了她10万块钱买这个房子，又不告诉她。心里那么明白呢，怎么还能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呢？人真是会自欺欺人呢。”我妈宽慰他。闺女这不是松口了吗？她讲的话也是实话呀，她贷款没还完，肯定是过不了户的。跟她说完，又反过来给我做思想工作。你不相信你爸妈，你还不相信你弟弟吗？他指定不能占你这个便宜。等你这个公寓卖了，应该还需要那个肚子，应该等不起了。我们找个贷款公司做过桥业务，应该能提前过户，就是需要点手续费。手续费大概要多少呀？10几万吧，具体的还要去问呢。我妈跟我爸面面相觑，最后下定决心似的说道：“那你问问看，要是能行的话，这钱我不要你出，我跟你爸出。”我怎么可能出这个钱？打死我也不可能，好吗？我打个电话问问中介吧。我当着我爸妈的面给早上刚见面的中介小哥打电话，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对面立刻就说：“可以的，周女士，我可以给你们找个贷款公司问一下这个过桥的问题。”我问他费用10几万够吗？够。我妈立刻跟对面说：“那就赶紧办吧，速度加快一点，我们这边比较急。”刚把电话挂断的那一瞬间，我妈就对我说：“你先把手续费转给他，我待会儿去银行就把钱转给你。快点把事情办了，免得夜长梦多。”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直到把他看得有点发毛，他才生气。连自己亲妈都不信吗？那咱们现在就去银行取行不？行，
到了银行之后，我站在路口没进去。10分钟之后，我妈转了15万给我。我妈问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办好，赶紧把这事结了吧。我现在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点了点头，尽快吧。好了，我通知我弟来过户。我看着卡里的余额，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妈真是急昏了头了，不然应该不会轻易把钱交到我手里。她不见得多信任我，毕竟也不是没为了钱闹翻过。我给中介发了个信息，问房子有没有买家想谈价。他有点为难的说，有一个出价有点低，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面谈一谈，反正价格都是谈出来的，不行咱就不签。中途中介带那个买家又去看了一眼房子，那是一对小夫妻买来做婚房的。那男孩一张口就说道，人家都说还价应该先挑房子的毛病，不过我实在说不出口。这房子我们确实很喜欢，也觉得它很完美，但我们确实预算有限，不知道价格方面还有商量吗？其实他提出的价格跟我理想的价格还是有差距，但他说的这个话又让我很舒服。我讨厌所谓的还价规律，就是在你想要以低价格获取一样东西时，必须靠贬低它来达到。我的这套房子虽然买的时候有点仓促，但我还是很用心的挑选，后面的装修也一直是亲力亲为，跟装修公司吵架就吵了800回。要不是这次实在对我爸妈失望，想要快点离开这里，我根本没打算要卖房子。对方看我一直不吱声，估计觉得差距太大，没什么希望了。两个人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我笑着说，再加点吧，我觉得差距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你们觉得呢？最后以比我预想中低5万块的价格成交了。我对这个价格还算满意，毕竟卖得很急，而且也把我爸妈有可能去闹事的情况也交代了一下。当天就签了合同，第2天一早首付款就到我账上了，贷款和过户是在1个礼拜之内解决的。我妈妈中途一直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搞完，说娜娜家里那边催得厉害。我接电话的时候，人已经申请居家办公在外地旅居了。大概又过了4、5天，我妈妈实在是坐不住了，她跑到我房子那边看了一下，整个人都已经傻眼了。周小姐，你妈妈刚在这大闹了一番，还报了警。警察来看了我们的电子产证后就走了，还劝她别闹事。我看她情绪比较激动，就替她拨打了你弟弟的电话，你弟弟来把她接走了。有个怀孕的女生跟着来的，应该是你弟妹。她一直在说这房子是她的婚房啥的，我跟她对骂了一阵。我给买家小姐姐发了个红包，她没收。有热闹看还收红包啊？不用了，我看也快消停了。我把卖房尾款15万过桥费扣除当初被偷走的10万本金加合理利息后，多余的钱一分不少转回了我妈账户，然后拉黑了我妈、我爸、周翔所有联系方式，只保留了姥姥的电话。当天下午，我收拾好2个行李箱，向公司申请长期异地居家办公，买了最近一班南下的高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座我生活了26年的城市。高铁开动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窗外的建筑一点点变小变远，那些压了我半辈子的偏心、算计、道德绑架，好像终于被甩在了身后。我叫周云，今年26岁，外企会计。我用一套学区房彻底买断了那段令人窒息的亲情。我选了一座4季温暖的海滨小城落脚，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没有人催我结婚，没有人盯着我的房子，更没有人张口闭口你是姐姐该帮弟弟。我用卖房的钱全款买了一套2居室，朝南，阳光能铺满整个客厅。我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浅色系墙面，原木家具，阳台摆满了多肉、月季、绿萝，还专门打了一面顶天立地的书架，放满我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书。我收养了一只流浪橘猫，取名元宝，寓意从此以后只进财不受气。工作上，我本就是业务扎实的会计，少了家里那些糟心事干扰，效率翻倍。以前在老家，我每天下班就要应付我妈无休止的电话、抱怨、索取，精神高度紧绷。现在下班之后，健身、看书、学理财、研究美食，时间完全属于我自己。半年后，总部进行区域架构调整，我凭借一次精准的成本优化方案，直接被提拔为华东区域财务负责人，薪资从月薪1万2涨到2万3，加上季度奖金、年度分红，年收入直接突破40万。领导在视频会议上公开表扬我，周云工作细致，抗压能力强，风险把控到位，是公司最靠谱的财务骨干之一。我笑着道谢，心里无比坦然。这不是运气，是我无数个加班夜晚，无数次拒绝家里无理要求，专心搞事业换来的结果。我给自己换了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买了一直舍不得买的轻奢包包，报了专业瑜伽班和茶艺课，每周固定去美容院做护理。短短8个月，我整个人脱胎换骨，皮肤透亮，体态挺拔，眼神坚定，说话从容淡定，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小心翼翼、怕得罪人的怯懦。我每周和姥姥视频1次，姥姥看着我状态越来越好，抹着眼泪说：“云云，你总算活成人样了。以前在那个家里，你天天紧绷着，我看着都心疼。你妈天天逼你，你弟天天坑你，你那日子过得比谁都累。姥姥，我现在很好。”我笑着给她看我的阳台、我的猫、我的新书房，等我把这边安顿好，就接你过来住。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个，适合养老，我不去。姥姥摆摆手，语气坚定，我在老家帮你盯着那一家子，省得他们再来缠你。有我在，他们不敢乱来。我心里一暖，在那个冰冷的家里，姥姥是我唯一的光，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依靠。我开始系统学习投资理财、基金、稳健理财、低风险债券合理配置，手里的存款以稳定的速度增长。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考下了中级会计职称，为以后更高的职位铺路。我不再把钱花在无意义的家庭补贴上，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身上，提升能力，保养身体，丰富精神，规划未来。我甚至重新捡起了大学时喜欢的摄影，周末带着元宝去海边，去公园，去老街拍照，把生活过成了曾经不敢想象的样子。我从姥姥口中一点点听到了老家的好戏。我妈卖掉那套用我10万首付买的小产权公寓，攥着几十万，火急火燎给周翔买了他们口中双学区、稳交付、3年交房的期房。为了凑够首付，显示自家实力，他还找亲戚借了8万，逼着周翔签了30年房贷，每月还款6300块。娜娜妈天天上门催，学区房合同呢？发票呢？别想糊弄我，我外孙可不能没书读，没有学区房，这婚随时能黄。我妈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大开发商，名校直属学区，旁边就是商业体，稳得很，跑不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狼真的来了。楼盘动工7个月，工地直接停了，塔吊生锈，工人散了，售楼处人去楼空，销售电话全部关机，业主群一夜炸锅，开发商跑路了，资金链彻底断了，这是彻头彻尾的烂尾楼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钱没了。我妈和周翔冲到工地，只看到一片荒草和生锈的钢筋，孤零零的框架楼立在那里，像一座巨大的讽刺碑。周翔当场就慌了，对着我妈吼：“你买的什么破房子？现在烂尾了，房贷1个月6000多，我工资才5500，我拿什么还？你是不是故意坑我？”我妈腿一软坐在地上，脸色惨白，嘴唇哆嗦：“不可能，售楼处说的好好的，学区房，大开发商，怎么会烂尾？我还借了8万啊！”娜娜得知消息，挺着5个月的肚子，直接闹到周家，进门就摔了2个杯子。周翔，你们家骗我，说好的学区房呢？现在变成烂尾楼。我告诉你，这婚我可以结，但孩子生下来跟你们周家没关系，户口我落我娘家，抚养费1分不能少。我妈赶紧爬起来拉他，双手发抖：“娜娜，你别冲动，这是我们老周家的骨肉啊，是孙子啊。”孙子。娜娜冷笑一声，眼神刻薄：“你们家连个正经房子都没有，房贷还不起，公公身体差，婆婆疯疯癫癫，拿什么养孩子？我当初就是冲学区房才嫁，现在房没了，你们家就是个无底洞，我才不往里跳。”周翔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被娜娜骂得狗血淋头，只会反复念叨：“我也不想的，我也不知道。”更糟的还在后面。我爸本来就因为烂尾楼的事天天上火，睡不着觉，一听娜娜要把孩子户口迁走，还要闹分手，一口气没上来，脑梗发作，直接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了整整1天，命是保住了，左边身子彻底废了，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家里顶梁柱塌了，房贷要还，病人要照顾，医药费要出，亲家天天上门骂儿子窝囊废，儿媳闹离婚。我妈一夜白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以前那种算计人的精明劲儿彻底没了，只剩下疲惫、恐慌、绝望。我妈走投无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女儿就是用来救急的，女儿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女儿的好日子就是用来补贴儿子的。他疯狂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发短信，发现全被拉黑后，直接跑到我原来的学区房门口，开门大骂，开的手都肿了。开门，这是我家房子，周云，你个白眼狼，你骗我钱，骗我房子，你不得好死，快把房子还给我儿子，不然我跟你拼命，我死在你门口，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白养你26年，你看着家里出事不帮忙。新业主小夫妻吓得赶紧给我发微信，还拍了视频。视频里我妈披头散发坐在楼道里哭嚎，邻居围了一圈看热闹，指指点点。我回复直接报警，一切按法律来，不用客气，他闹出事责任他自己负。警察很快赶到，查了房产证、过户记录、电子产证，明确跟我妈说这套房子产权清晰，已经合法过户，和周云女士没有关系了。你在闹事骚扰业主，我们按寻衅滋事处理，可以拘留。我妈不甘心，坐在地上撒泼，我命苦啊，养个女儿不孝顺，儿子房子烂尾，老半摊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都是周云害的。最后还是周翔被警察电话叫过来，连拖带拽把我妈弄走。一路上我妈还在不停骂骂咧咧，楼道里全是邻居看热闹的眼神。我妈一辈子好面子，最喜欢在亲戚面前装体面，这次彻底把脸丢光了，成了整个小区的笑话。当天晚上姥姥给我打来电话，我听见电话那头我妈尖锐的骂声，刺耳又疯狂：周云那个小畜生，他不得好
死。他看着我们家破人亡也不帮忙，我要去告他，我要去他公司闹，让他丢工作，让他身败名裂。姥姥气得直接吼回去，你闹，你接着闹，当初你偷他10万块的时候怎么不说？你骗他房子的时候怎么不说？你带着娜娜上门抢房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走投无路，想起女儿了，晚了，你这是自作自受。我妈被噎得说不出话，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哭声又哑又难听。我握着手机，安安静静听着，心里没有恨，没有痛，只有一片平静。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他们的痛苦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和我无关。房子烂尾，父亲瘫痪，母亲崩溃，周翔彻底垮了。他每个月固定要还6300块房贷，可他一个月工资才5500，连房贷都不够还，更别说生活费、医药费、营养费。他找亲戚借钱，一开口亲戚就变脸。当初你妈那么嚣张，说女儿房子就是儿子的，现在找我们干嘛？你们家坑女儿还坑少了，我们可不敢沾，免得惹一身麻烦。亲戚们都知道周家的德行，没人愿意伸出援手。周翔走投无路，只能去打零工，送外卖、搬货、跑滴滴，去物流园分拣，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半夜12点，累得像条狗，浑身酸痛。一回家还要面对我妈的抱怨，娜娜的吵闹，卧床父亲的呻吟，刺鼻的药味。娜娜怀孕后期情绪极差，天天骂她没本事、没担当、没出息，连个正经家都给不了。周翔被骂急了，也会吼2句，我也不想这样，我能怎么办？房子烂尾了，我能变出来吗？娜娜冷冷回，那是你的事，我和孩子不跟着你受罪，这一切都和我无关。孩子出生那天是个寒冷的冬天，护士抱出来说是个女儿，我妈重男轻女的毛病又犯了，一看是孙女，当场脸就拉下来，照顾月子也不上心，尿布不勤换，饭不按时做，还天天念叨怎么是个丫头，要是个孙子就好了，还能指望学区房。娜娜彻底爆发，月子里就天天吵架。周翔，你妈重男轻女，房子烂尾，你爸瘫了，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要么离婚，要么你立刻把房子问题解决，要么你妈给我道歉，孩子我自己养，但你每个月必须给抚养费，不然我法院见，我让你成老赖。周翔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第一次流下眼泪。在经历这么多事情后，他终于明白，被父母捧在手心里20多年的宝贝儿子，到头来什么都不是。拥有父母沉重的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最后没本事，没担当，没房子，没存款，只剩一身债。父母的偏心、溺爱、算计，不是爱他，是毁了他。又过了半年，我妈实在撑不下去了，医药费、房贷、生活费、孩子奶粉钱，压得她喘不过气，亲戚的债也催得紧。她托姥姥辗转联系到我，声音卑微的像尘埃，带着哭腔：云云，妈求你了，妈给你磕头了，你爸瘫在床上，药不能停，一停药就难受，房贷逾期3个月了，银行说要起诉，要拍卖房子，你弟弟快被逼疯了，天天打工到半夜，娜娜要离婚，孩子还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妈知道错了，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再也不重男轻女了，你回来帮帮我们吧，就一次。我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帮？我妈愣住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继续说，语气平稳，没有一丝波澜。当初你托我10万块用来买烂尾公寓的时候，想过我刚毕业，省吃俭用，要还助学贷款吗？你骗我用烂尾公寓换我学区房的时候，想过那是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唯一一套房子吗？你带着娜娜上门抢我房子，骗她说是婚房，逼我搬出去的时候，想过我也是你女儿吗？你说女儿房子就该给儿子姐姐，就该帮弟弟的时候，想过我也会疼，也会累，也有底线吗？我妈哑口无言，电话那头只有压抑的哭声。过了很久，她哽咽着说，妈错了，妈真的错了，妈以后把你当宝贝，你回来好不好？晚了。我说我不恨你们，但我也不会再救你们，你们的路是自己一步一步选的，后果自己承担，我不会再为你们的自私、偏心、愚蠢买单。我挂了电话，删掉所有临时通话记录，继续喝我的咖啡，看我的财务报表。心硬一点，人生真的会顺畅很多。善良要有底线，心软要有原则，对坏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时间一晃，我来到这座海滨小城已经2年。我28岁，事业稳定，生活富足，精神自由，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事业上，我凭借连续2年优秀的业绩、零失误的财务管控，多次为公司规避风险，被提拔为区域财务总监，年薪突破70万，配有公司专项补贴、交通补贴、通讯补贴，手里还有公司期权。
我手下带了3个下属，工作有条不紊，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有好几家大厂挖我，开出100万年薪。我不再是那个只会默默算账、不敢拒绝、不敢表达的小会计，我能独立主持财务会议，制定区域预算，对接总部高管，处理复杂财务问题，说话条理清晰，气场十足。生活上，我把房子重新升级改造，装了地暖、新风系统、智能家电，阳台改成阳光房，冬天也能暖洋洋的晒太阳。我买了一辆代步车，周末可以自驾去周边游玩，不用挤公交，不用看天气。我坚持健身、瑜伽、护肤，身材紧致，气质优雅，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我有了新的朋友，都是3观正、独立、上进的同龄人，我们一起吃饭、旅行、学习、搞事业，没有人提原生家庭，没有人道德绑架，只有互相鼓励，彼此欣赏。财务上，我存款突破7位数，有稳健的理财收益，有房有车无贷款，完全实现财务自由。我给自己和姥姥都买了足额的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我再也不用为钱发愁，再也不用把自己的辛苦钱拿去填家里的无底洞，再也不用因为钱被家人羞辱、拿捏、算计。2年后，我把姥姥接到了海滨小城，姥姥一进门就笑，眼睛眯成一条缝。云云，这才是人过的日子，阳光足，空气好，安安静静，没有吵吵闹闹，没有糟心事。我给姥姥收拾了朝南的主卧，买了最软的床垫、防滑拖鞋、智能马桶，把她的常用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每天下班，我都陪她散步、买菜、看电视、聊家常。姥姥身体很好，每天浇花、遛元宝，和小区老人聊天、跳广场舞，日子过得舒心极了，脸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有天晚上，姥姥拉着我的手，坐在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说：“云云，你别怪姥姥心狠，那一家子是真的不值得你回头。你妈一辈子重男轻女，把你弟宠成废物，把你当成提款机，她到死都不会真正反省。你爸看似老实，实则偏心到底，从来没真正疼过你。你弟被宠废了，没担当，没本事，只会索取，不会感恩。我不怪。”我靠在姥姥肩上，声音温柔却坚定。我早就放下了，我现在只想好好陪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把以前受的苦都一点点补回来。这就对了。姥姥点点头，抹了抹眼睛。女人这一辈子，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男人，不靠娘家，靠自己最踏实。你靠自己，有房有车有事业，比什么都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挣脱的从来不是一套房子，而是一整个扭曲、病态、吸食女儿血肉的原生家庭。我赢了，不是赢了他们，是赢了那个曾经懦弱、妥协、不敢反抗的自己。又过了2年，我30岁，从姥姥零星的话语里得知了周家最终的结局，凄惨又解气，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我爸瘫痪第3年冬天，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家里没钱住院，只能在家硬扛。我妈舍不得花钱买药，只会哭天抢地，没熬过半个月。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妈哭嚎，冷冷清清，连个送终的贴心人都没有。下葬那天，亲戚都懒得去，场面凄凉至极。我妈长期劳累，精神打击，无人倾诉，患上重度抑郁症加焦虑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清醒时就骂自己，扇自己耳光，说对不起我；疯癫时就喊着房子、孙子、学区房，对着空气说话。他没有收入，只能靠低保和姥姥偶尔接济过日子，住在破旧老房子里，家里又脏又乱，再也没有以前的嚣张劲儿。周翔房贷断供超过1年，被银行起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赖，不能坐高铁，不能住酒店，不能用银行卡，不能找正规工作，只能靠打黑工、搬重物、捡废品勉强糊口，被生活磨得麻木呆滞，眼神空洞，像个行尸走肉。他曾经被捧在手心，如今活得最卑微。娜娜没有离婚，但跟分居没区别。她带着女儿住在娘家，和周翔几乎不见面，偶尔让他送点抚养费，对周家所有人都冷若冰霜。女儿从小到大几乎不进周家大门，不认识奶奶，不亲近爸爸。周家所谓的香火彻底断了。娜娜妈天天骂周家是骗子，后悔把女儿嫁过去，可孩子都生了，只能认栽，逢人就叹气，到处诉苦，成了亲戚邻里的笑柄。再也没有当初逼着要学区房的嚣张气焰。他们曾经拼命想要的一切，学区房烂尾变成一片废墟，孙子变成孙女还不跟他们亲，儿子出息变成老赖，废人一个，家庭圆满，家破人亡，一地鸡毛，面子体面沦为笑柄，抬不起头。烂尾的从来不只是房子，是他们扭曲的3观，是重男轻女的愚昧，是算计亲人的恶毒，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的执念。他们用一生证明，靠压榨女儿、牺牲女儿得来的幸福，终究是空中楼阁，一触即溃，一场空梦。如今的我30岁，标准大女主人生。事业上，我是上市公司区域财务总监，年薪近100万，手握实权，行业内小有名气。我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人脉，自己的职业规划，未来可期，不可限量。我不靠父母，
不靠关系，不靠男人，全凭自己的能力走到今天。经济上有房有车无贷款，存款7位数加，理财收益稳定，保险齐全，我可以随时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不用看价格，不用犹豫，不用为钱妥协。生活上和姥姥相依为命，姥姥身体健康，安享晚年。我有可爱的猫，有知心的朋友，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我读书、旅行、摄影、健身，学习新技能，把日子过得精致、充实、有质感。情感上，我遇到了一个温和、尊重我、支持我、三观一致的伴侣。他欣赏我的独立、坚强、清醒，不要求我妥协、付出、牺牲。我们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共同进步。我不再因为原生家庭自卑，坦然接受爱意，因为我足够好，值得被爱。精神上，我彻底摆脱了原生家庭的阴影，不再自我怀疑、自我内耗、自我否定。我接纳自己的过去，原谅曾经的伤害，但绝不回头。我内心强大，情绪稳定，边界清晰，不讨好，不解释，不勉强，不将就。我每年带姥姥出去旅游2次，看山看海，吃遍美食，拍很多照片，留下无数美好回忆。姥姥每次都笑着说：“云云，姥姥这辈子值了，能看着你这么好，我死也瞑目了。”我也觉得值，我吃过苦，挨过坑，被最亲的人算计、背叛、伤害，但我没有垮掉，没有黑化，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我守住了底线，守住了善良，更守住了自己。偶尔我会刷到家乡烂尾楼的新闻，一片荒芜，杂草丛生，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极了周家绝望的人生。我不会同情，也不会嘲讽，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因果，他们的报应。而我早已走出那片阴霾，站在阳光下，活成了万丈光芒。我终于懂得，真正的学区房从来不是绑架子女、压榨女儿的工具，真正的家从来不是道德绑架、互相算计的牢笼，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靠牺牲谁、算计谁、索取谁得来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父母，不是婚姻，不是儿子，是不被定义、不被束缚、经济独立、精神自由的自己。我是周云，我被原生家庭拖累半生，被算计、被伤害、被榨取，却凭一己之力逆风翻盘，活成了大女主。我不感谢苦难，我只感谢那个从未放弃、意志清醒、果断止损、勇敢向前的自己。往后余生，不讨好，不解释，不勉强，不将就，爱自己，疼姥姥，搞事业，想生活，无坚不摧，百毒不侵，万丈光芒，自由一生。这才是我最圆满、最解气、最值得的结局。